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夹缝中的韩国保持战略平衡难度太大。韩国的任何一位总统想要自主的处理对华关系，那几乎都是不可能的。在美国的监管之下，韩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。不听话的韩国领导人，美国人分分钟就能让他下台。前不久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到美国参加1年1度的安全协商会议。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。这个会议呢是在1968年建立的。那一年，美国海军的电子侦察船普威布洛号入侵朝鲜的领海，对朝鲜进行电子侦察，被朝鲜人民军抓住，船只被扣留，船上的情报人员被关押，人员呢在11个月以后被驱逐出境，但是船只以及船上所有的设备和武器被没收。如今呢，这一艘间谍船停靠在平壤南部大同江畔，成为美国侵略朝鲜的历史见证。韩美安全协商会议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为专门对付朝鲜而成立的。据美国的防务评论网站报道李钟燮与奥斯汀达成了主要针对朝鲜的4点共识。李钟燮访美呢，一定会谈到中国问题和中国的台湾问题，但是李钟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就只字不提，应该说呢，他还是比较明智的。不过美国是不会轻易放过韩国的。美国一直在强迫韩国加入芯片技术4方阵营，也就是以美国为主导，以韩国、日本和中国的台湾为成员，主要针对中国大陆，阻止有关先进集成电路的技术交流和转让。必要的时候，它要切断对中国大陆的先进芯片的供应。韩国从内心来说呢，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的，因为韩国三星电子作为全球2大主要集成电路供应商之一，它的主要的客户就是中国大陆。韩国生产的集成电路要在中国大陆组装，成为终端产品，再销往中国内地或全世界。如果没有中国的进口，靠韩国自己的市场是不可能消化这么多产能的。美国市场也不会直接采购这么大量的芯片，必须通过中国的制造业集成，才能够供应消费市场。韩国的三星电子和海力士存储在中国大陆都新建了巨型工厂。对这些韩国企业的技术升级改造，也是美国人嘴里的技术转让之一。如果韩国服从美国的要求，那就意味着它在中国市场上只能生产越来越落后的产品，这对韩国企业的竞争力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韩国呢是一个财阀统治的国家，韩国总统作为财阀的代言人，如果不能维护财阀集团的利益，那是干不下去的。尹锡悦在上台之前虽然对中国出言不逊，但只要坐上总统的位置，他就要面对韩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诸多现实问题。当年因为部署美军的萨德导弹问题，中国严厉地惩罚了韩国的乐天集团，让这个庞大的企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中国市场上消失了。如果尹锡悦又得罪了中国，说不定哪个大企业又要被踢出中国市场，这对他的总统地位显然是不利的。所以尹锡悦上任以后，在涉华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。尹锡悦有没有能力在复杂的中美关系之间保持平衡呢？外媒认为尹锡悦在外交手法上还比较生疏。比如说，在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葬礼的时候没有致敬，在他旁边的麦克风开着的情况下说美国国会是白痴。尹锡悦是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家总统，只要美国不放弃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，韩国会被迫面对2选1的难题，而且无论怎么选，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妙。选择倒向美国，就会引发中国的怒火，中韩正常贸易不保，韩国的经济就会受到负面影响，最终将影响韩国政局的稳定。如果韩国选择倒向中国，那很快就会被美国修理。韩国遇到的难题在亚太还远不止他这一家，问题的根子还是在那个世界霸主身上。要彻底解决亚太甚至是全球的动荡，必须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决心和勇气，同美国的霸道做坚决的斗争。好，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